这个世界上最奇葩的铁路建设工程是哪个呢？就是刚刚才开通的中老铁路了。因为普通的铁路建设顶多面对的是穷山恶水，但这条铁路还要面临着无数的炸弹。1963年到1974年为了切断胡志明小道，美军在老挝的土地上总共倾泻下了270万吨的弹药。对彼时只有210万人口的老挝来说呢，就是人均得要消化掉1吨多。这可是炸弹啊，你受得了吗？9年时间里面，美军总共轰炸了58000多次，平均每8分钟就会来一次。太阳用8分钟给世界带来光明，但美军则用8分钟给老挝带来黑暗。而且这样的黑暗一直还在持续呢。各种统计和分析显示在当时扔下的270万吨炸弹当中，至少有30%是没有爆炸的，也就是大约80万吨成为了所谓的 UXO Unexploded Ordnance 未爆炸弹药，散落在乡野山间，持续威胁着老挝的平民百姓，当然也威胁着中老铁路的建设和我们的元老工程建设人员了。于是一支史上最奇葩的铁路建设队伍就此诞生了。拆弹部队和施工团队并驾齐驱，一边拆弹一边建设，用中国的大义解封美国的不义。好了，说到这儿，难免会让我产生一个疑问为什么会有超过30%的炸弹在扔下后不当场爆炸呢？是质量问题还是故意为之呢？你先来猜猜啊。好了，公布答案。首先，这些未爆炸弹药基本上都是集束子弹药，它的不爆率呢本来就很高。其次老挝的地形地质过于松软，给了子弹药的碰撞引性足够的缓冲，使不爆率进一步加剧。最后美军为了增加子弹药对地面人员的威慑力，让他们不敢去拆，特意改变了引信的起爆方式，将原本的定时起爆引信呢，通过用一层胶质流液的包裹以其天然的不确定性，改成了一种不定时的延时起爆引信。于是不可控的因素进一步增加了。所以它既是质量问题，也是故意为之的。集束炸弹本来就是个六亲不认的可怕武器嘛，它将子弹药装填在步撒器当中，专门用来对付集群目标。步撒器呢，一般是一个跟普通炸弹大小相当的弹体，里面可以装上数百个这样的子弹药，借由空投后在空中分解，把它们散布到一个广阔的区域，实施面杀伤。从天而降的弹雨，就问谁不怕吧？不过呢，由于集束子弹药的数量非常庞大，不管是在生产、运输还是投掷的过程当中，都会很容易相互影响，增加失败的概率。于是就造就了它的一个天生缺陷：超高的不爆率，几乎有1/3的子弹药是爆不了的。而且大家都是如此即便是当前先进的美军，也最低才能做到15%到25%的水平。那好，既然大家都明知有很多的子弹药被扔下去之后是爆不了的，它就必然会留下后患。该怎么做呢？早期的集束子弹药呢，的确是考虑过这个问题的。它们被设置了定时自毁装置，其效果不是让它在一定时间后炸掉而是让它在一定时间后成为哑弹，永远也炸不了了。但是这个装置远没有设计的那么可靠，可能很多子弹药的自毁装置在还没有落地之前，就由于相互之间的碰撞失效了，而且来到地面上之后呢，它没有炸，也不会在它的表面上显示出一行我已失效的提示。你是把它不当成威胁呢，还是当个威胁呢？所以还是一样的危险嘛。既然如此，有它何用呢？所以很快也就被弃用了。然而另外一个也是出于安全性考虑的指标，却并没有被丢掉，反而还在不断的得到强化。那就是在扔之前可千千万万不能在飞机的肚子里面炸了呀，哪怕稍微牺牲一点点不爆率都是可以的。于是，一来一回，让掉在地面上的子弹药呢，就更加危险了。最讽刺的是它不仅对被集束炸弹攻击的一方非常危险，对使用集束炸弹的一方也同样危险海湾战争当中，以美国为首的多国部队呢，向伊拉克投下了大约61000枚的集束炸弹，其中包含了超过2000万枚的子弹药，有很多呢就是没有炸的。当他们自己需要经过这些被集束炸弹轰炸过的区域时呢，就必须要经过严格的工兵作业后才能行动，等于是自己给自己埋了很多的雷，帮敌人争取了时间和空间嘛。偷鸡不成反蚀一把米，搞得自己人有很多都是踩上了这样的未爆炸弹药而伤亡的。你看给平民带来无以复加的伤害，给自己造成噩梦一般的麻烦，还会落下一个不人道的坏名，这个东西大家觉得该不该禁用呢？我是火箭叔，记得关注、点赞和评论哦，咱们下期见。